地产老董不听我劝阻，非要在敏感时期炒期货，还嘲讽我不懂装懂。果然最后赔了个倾家荡产，一夜白头。而后为了逼我帮他赚回亏掉的10个亿，不仅用跳楼威胁我见面，竟还想着万一赔了能不能算我的。爸，王佳妮叹口气道。其实你也别想那么多，我们最初的本金只有几千万而已，损失没想象中的那么大。浮盈之所以叫浮盈，就是因为它并非真实可信的。王长兴抬起头，通红的眼睛里早已经忍不住流下悔恨的眼泪。都是我的错，我就该听你的，见好就收。10个亿呀，什么狗屁5000万，我是真正损失了10个亿呀！王长兴拿脑袋不断撞桌子，王佳妮连忙过去抱住他，不断的安慰出声，却无济于事。不怪你，爸，应该怪我。叶先生已经提醒过我，可我也没有完全听。如果我当时能强制让你平仓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。王长兴听得眼睛一亮，他猛地抓住王佳妮的衣服，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溺水者。对，叶先生，他既然知道期货市场什么时候会崩盘，一定知道什么时候会反弹。你去找他，让他帮我投资，我们一定还可以赚回来。王佳妮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父亲。爸，你竟然还想着去投资吗？而且我们哪还有钱？我们还有房子，还有车，还有其他的东西，都可以卖掉凑钱。你疯了！王佳妮一把推开父亲，愤怒的道：都损失到这一步了，你竟然还想着赚钱？房子是可以卖，可是如果再亏了呢？你真觉得现在一定是底部吗？就算是底部，也未必能赚到钱，知道吗？王长兴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期货市场不是股市，也不是基金，不是说你在底部买入，长期持久就一定能赚钱的。可是我亏了那么多呀！王长兴哭嚎着，我不甘心啊！明明已经赚了那么多。王佳妮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她知道父亲为什么痛哭，换作是她也好不到哪去。王长兴哀求道：女儿，帮我一把，让叶先生帮我赚回来，不管他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王佳妮咬牙道：你真是疯了！叶先生虽然对期货市场的崩盘判断很准确，但他并不是真的神，我不能冒险让咱们家真的破产。爸，你就把这事给忘了吧，等葛叔叔把小区的房子卖掉，还能再给你一部分钱，虽然不算太多，但也足够下半辈子生活了。王长兴突然站起来，直接冲到窗户边窜上去。你到底帮不帮我？你不帮我，我直接从这跳下去。王佳妮慌得不行，连忙喊道：别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你先下来。不行，你现在就去找叶先生，除非他帮了我，否则我绝对不下来。王长兴手爬着窗户，半边身子探了出去。王佳妮浑身冒冷汗，没有任何办法。行，你别激动，我这就联系他还不行吗？接到电话的叶枫皱着眉头问：你怎么不拦着他？不是早就告诉过你期货要崩盘吗？我想拦啊，可是王佳妮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一部分是父亲太执着，另一部分则是他自己也有些被贪婪迷惑了双眼。可这种话他实在不好意思跟叶枫讲，只能哀求道：我爸现在非要见你，说只有你能帮他，如果你不来，他就从楼上跳下来。叶先生，我知道之前对您做过不好的事情，我再次道歉，请您看在葛叔叔的面子上，无论如何来一趟行吗？人命关天的事情，叶枫也无法袖手旁观，只好道：那行吧，你先稳住他，我这就过去。挂断电话后，叶枫对唐仲威道：王长兴亏钱亏得要跳楼，非要见我过去一趟，你们先吃吧。何元良站起来：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一点小事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唐仲威一脸的担忧：啊，是小区的王总吗？那你快去，注意安全啊，可别像上次那样总想着自己逞英雄了，记着家里还有我们娘俩等你回来呢。叶枫笑着道：放心吧，上次是你爸我才愿意冒险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这样做的。安心吃饭，等我回来。唐仲威点点头，目送着丈夫离开。妈妈，爸爸是去救人吗？是啊，那他是英雄哎。唐仲威听得微微一怔，英雄？其实她自己都不知道，她心底最深处还没从丈夫是一个酗酒、赌博、家暴的形象中脱离出来。毕竟这才短短1个月不到，一时之间扭转不了固有的印象也是很正常的。一旁的何元良似乎看出什么来了。唐小姐，你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我说你应该及时改变自己的旧观念，仔细看清楚自己的丈夫了吧？唐仲威抬头看他一眼，叹气道：我现在大概明白了，只希望不会太晚。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而且叶先生并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，你对他好，他会永远记在心里的。唐仲威嗯了声，摸了摸女儿的头，笑着道：等爸爸回来，我们一起夸奖他又做了一次英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爸爸是英雄。20多分钟后，叶枫来到王家，你没报警？王佳妮一脸羞愧的道：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来，他可能不会跳下去，就没报警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如果他脚滑了呢？叶枫摇摇头道：算了，说这些没什么意义。来到书房，叶枫就看到扒着窗户边横跨在那的王长兴。王总，这闹的什么阵仗啊？我来了，你也下来吧。王长兴看到叶枫，下意识想要过来，可随后他又停住了，坚决的摇头道：叶先生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之前应该听你的劝，早点收手。可现在钱都没了，说再多也白搭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求您一件事，帮我把损失捞回来，哪怕只有1半都行。叶枫眉头皱起，他来只是想劝王长兴几句，免得对方真跳下去了。可王长兴显然要求的更多，他就像输红眼的赌徒，一心想要回本。王总，我今天来。王佳妮连忙拉了他一下，似乎明白他要说什么，满脸哀求道：叶先生，你这么厉害，就帮帮他吧，求您了，只要您愿意帮他，就算让我做牛做马，我也愿意。父亲虽然固执，却终究是血浓于水。叶枫很欣赏王佳妮，知道这位的未来不可限量，但就目前而言，他对王佳妮多少有点失望。我今天帮了他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总不能每一次他亏钱了来找我都要帮吧？如果我有事来不了呢？更何况这段时间期货市场正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，我又不是神，怎么可能做到100%赢？
他若输了，他还要跳楼，你能找到第二个人来挽救他吗？王佳妮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叶先生，我知道您说的对，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啊。他这个样子，让我能怎么办？叶枫叹口气，转头看向王长兴道：“王总，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从窗户上下来和我说话。你先保证自己的安全，我或许会考虑帮你一把。但如果你要用死亡来威胁我，说实话，我和你不是很熟，你死了，我既不会伤心，更没有什么损失。最痛苦的只有你的女儿，所以你要么下来，要么我掉头就走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王佳妮听得心里发慌，你怎么能说得如此绝情？正当她要说话的时候，却见王长兴已经快步跑到叶枫面前。叶先生，您真愿意帮我？王佳妮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事情解决得如此顺利。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理解错了叶枫的意思，看着拉住叶枫不放手的父亲，王佳妮心里悄悄松了口气。行了，我又不会跑，衣服都让你拉坏了。叶枫问道：“你这段时间损失多少？急得要跳楼？”王长兴满脸羞愧道：“10个亿。”叶枫愣了下，10个亿。他原本以为王长兴能损失几个亿就算了不得了，没想到会损失这么多，难怪会想跳楼。他在崩盘前2天，杠杆加得很高，投入的资金也非常大，才赚了这么多。结果因为没有及时收手，很快又亏完了。叶枫失笑摇头，钱来得快，去得自然也快。最初的本金是多少？大概5000万左右。叶枫嗯了声道：“你10个亿的损失，如果想回本一半，那就是5个亿。说实话，我做不到，但如果只是想拿回本金，还是有可能的。你自己考虑一下，到底是让我帮你想办法把本金捞回来，还是另谋出路？你如果还想去跳楼的话，我就回家吃饭了。”王长兴脸憋得通红，他当然知道自己用跳楼来威胁别人，确实太过分了。当初叶枫就劝过他，他却始终不当回事，还说人家屁都不懂。5个亿不行，2个亿也可以啊。王长兴诺诺地说着。就5000万。叶枫很是坚定的道：“你的本金就这些，能拿回来就算不错了，就当自己从来没参与过期货交易不就行了？王总，你不要忘了自己那10个亿是怎么亏的，不就是因为贪心？现在这个市场5000万不算难，可如果想达到2个亿甚至5个亿，风险绝对要大无数倍。如果我失败了，你可就真的没回本机会了。”王长兴听得心惊肉跳，连忙道：“好，那就5000万。不过我现在没有本金了，您能不能和葛总搭个话，我把房子抵押给他，借个1000万出来？”不用那么麻烦，你房子直接抵押给我就行了。叶枫说着，过去打开了电脑，他转头看了眼这父女俩。你们俩干嘛？父女俩都满脸正然，似乎不太明白他的意思。叶枫毫不客气的道：“不是说了吗？房子抵押给我，你们不去办抵押公证手续，在这围着我做什么？”王长兴这才反应过来，脸色涨红。公证不是不可以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亏了呢？